外婆去世当晚，我忽然长出一颗尖牙，像极了外婆嘴里仅剩的那颗牙。我还发现了外婆写的一张字条：诺宝啊，要是哪天外婆不在了，就留颗牙保护你，只要想害你的人靠近你，牙就会痛。我捧着外婆的照片，哭得昏天暗地。半夜，妈妈进来帮我盖被子，那颗牙忽然剧痛起来，疼得让我叫出了声，好痛！我捂住脸，从床上弹起来，吓了妈妈一大跳。诺诺怎么了？哪里痛？妈妈急忙打开灯，快步走向我。只是她越靠近，那种痛感就越强烈，就像有一把锯子在狠狠割据我的牙髓，噬咬我的神经。啊！我惨叫一声，从床上跳下来，往厕所奔去。一关上厕所门，牙奇迹般不痛了。外婆，你说想害我的人靠近我，这颗牙就会痛。可妈妈怎么可能想害我？我张开嘴，对着镜子里的尖牙问道。回答我的只有呼呼的风声，而牙又开始痛起来。诺诺，你没事吧？别让妈担心呀！妈妈关切的声音在厕所门口响起。只是她每敲一下门，我的牙就像被锯子狠狠锯一下。没事，是大姨妈突然来了。妈，你快去睡，我疼得满头大汗，只希望妈妈快点离开。这样啊，那你自己要多注意，不要碰冷水，不要喝冰水。知道了，妈妈。我疼得嘴唇都在哆嗦。妈妈的身影终于从厕所门口消失了，那种切肤之痛也跟着瞬间消失了。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妈妈一向对我疼爱有加，对外婆孝顺至极，外婆却告诉我妈妈想害我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回到屋里，我捧起外婆的照片，她正一脸慈祥地看着我，让我瞬间泪如雨下。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就去世了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我妈把我留给外婆，自己去外面打工挣钱。15岁之前，我都是跟着外婆的。外婆很疼我，是个慈祥的小老太，只有在别人欺负我时，她才会变得凶狠。没爹疼，没娘爱，小时缺钙，长大缺爱，天生就是个丑八怪。那时村里的坏孩子总爱取笑我，他们一边对我丢石头，一边唱挖苦的歌。每当此时，外婆就会高举拐杖冲出来，哪些个没教养的敢欺负我家诺宝，看我不揍你们。可是她腿脚不好，总被那些坏孩子带着兜圈的跑，好几次她都摔倒在地，腿都摔破了皮，却还是一瘸一拐带上我，一家家去找那些孩子的父母告状。听好了，谁家孩子在欺负我家诺宝，我晚上就来砸谁的门。他总是全身心的护着我，护到了心窝里。我最爱赖在他怀里，听着他的催眠曲入睡。就这样一直赖到15岁。15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市区高中，跟妈妈团聚了。妈妈也很疼我，每天都会送餐到学校给我吃，每天半夜都会爬起来帮我盖被子。我虽然没有爸爸，但外婆和妈妈却给了我双倍的爱。高3这年，外婆身体大不如前，妈妈索性辞职回去照顾她。可今天，在我刚刚结束高考的今天，接到了外婆的死讯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恨自己没能见她最后一面。然后晚上就发生了如此奇怪的这一幕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何外婆会暗示妈妈想害我。早上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偷偷出了门，我很怕跟妈妈正面接触，再次引起剧烈牙痛。可是我才抬脚跨出门，尖牙又开始疼起来。这么早要去哪里，诺诺？妈妈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她的语调听起来有点怪。我想出去散散心，你大姨妈来了不舒服，妈陪你去。话音刚落，一只手从我腋下伸了过来。天啊，好痛好痛！我的牙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痛。我下意识打开妈妈的手，撒腿就跑。我跑了很久，直到再也看不见妈妈的身影。我正想松口气，却突然觉得眼前一黑，好像有个麻袋罩在了我头上。接着，一双大手隔着麻袋捂住我口鼻。我渐渐感觉呼吸困难，直到失去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手脚被绑，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。旁边有张桌子，坐着一个吊儿郎当的男人。男人染着一头黄发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正玩味地看着我。胡小伦，我惊讶地叫出声。他是我们村里有名的混混，听说初3就辍学了，一直不务正业，并且小时候他也狠狠欺负过我。有一次我没考好，一脸伤心地路过他家门口，他爸爸看我难过，给了我一把糖，还邀请我去家里吃零食。可是胡小伦却冲出来抢走了我的糖，还把我推倒在地，准备用脚踹我。幸亏他爸拉开他，我才躲过一劫。没爸的孩子还想跟我抢爸，给老子有多远滚多远！胡小伦还不罢休，用极端恶毒的话咒骂我。后来每次我路过他家门口，他都会对我吐口水翻白眼，搞得我只能绕道走，再也不敢经过他家门。如今落在他手里，我感觉我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可是他绑我来到底想做什么？忐忑之间，胡小伦从桌上跳下，向我走过来。我看到他手上还捏着一把刺眼的刀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下意识想往后退，可是我已经在窗边，退无可退。外婆，救救我！我害怕地闭上眼，在心里无助地呼喊着。我感到有股浓烈的烟草气息飘近。可说来奇怪，尽管胡小伦已经逼近我身边，
但我那颗尖牙居然一点都不痛。我感到身边有什么动了一下，慢慢的，那股烟草气息又渐渐飘远。我鼓起勇气睁开眼，看到胡小伦的背影正开门离去。我愣住了，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。诺诺，你是不是在里面？忽然，我听到一个很轻的声音在外面呼唤我，那声音像极了妈妈。我下意识站起来，发现绳子竟然松了，绳子上有一个被割开的切口。难道胡小伦？我把头探出窗外，果然看到了妈妈的身影。诺诺，妈妈来救你了。妈妈抬头望着我说道，然后她从拐角处搬出了一个很长的梯子。快，诺诺，快爬下来，赶紧！我正想抬腿，牙又开始隐隐作痛起来。我看到他们上去了，快点，诺诺，快逃出来！妈妈扶着梯子，急得都快哭了。可我还是没下定决心，不能下去。门被一脚踢开，胡小伦又出现在门口。此刻的他竟只穿着一条内裤，拿着刀再次一步步向我逼近。看到胡小伦越走越近，我双手死死扒住窗口，一只脚已经踏出去踩在梯子上，可那颗尖牙又开始隐隐作痛起来。对的，诺诺，慢慢爬下来，妈妈在下面接着你。妈妈在底下急切地呼唤。换成以前，我绝对会义无反顾奔向她。可是我最爱的外婆，我怎么能不信她呢？给我回来！胡小伦停住脚步，盯着我，用命令的语气说道。我不回，臭流氓！想起小时候被他欺负的事，再看到他现在这流氓穿着，我鼓足了勇气骂他。他不恼也不怒，双手往胸前一抱，嘴角微微上撇，蠢货跟小时候一样蠢，读了那么多书，别人脑子装的是知识，你装的都是屎。我被他说的涨红了脸，想回对他几句，谁知脑子里除了臭流氓几个字，再也想不出其他。趁我发愣之际，胡小伦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把我从窗边提起，直接扛到了肩上。我身子挨着他裸露的肌肤，竟不自觉红了脸。这一刻，我对他升起了一丝信任。其实这丝信任真正来源于外婆，因为即使在胡小伦的肩上，我的牙都一点也不痛，这证明他并不想害我。我被他放倒在地上，下一秒他就压到了我身上。这时我那颗尖牙开始剧烈疼痛起来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外婆，怎么突然牙痛了？胡小伦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啊，好痛！你在干什么？一个威严的声音从我上空传来。我定睛一看，是胡叔叔，胡小伦的爸爸。叔叔救我！我忍着牙痛，下意识向他伸出手求救。可印象中和蔼可亲的胡叔叔竟抓住我的手淫笑起来。你个臭小子，还没完事，抓紧时间，那边在催了，行行了，说了给我半个小时，没看我衣服都脱了吗？小丫头有点难搞。胡小伦打开他爸的手，将他爸推了出去。门一关上，我的牙又不痛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刚刚之所以牙痛，是因为胡小伦他爸爸进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胡小伦跟我单独在一起时，我的牙是不会痛的。所以外婆，您在暗示我一定要相信他，对不对？外婆，我好想您，真的好想您。把他爸赶出去后，胡小伦蹲下来，再次压在了我身上。我没有反抗，我相信他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啊！突然，他狠狠掐了我一把，我痛得叫出了声。就是这样，继续叫，不然我再掐你。他将嘴扶到我耳边，轻轻地说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只能啊的又叫了声。可这一声，连我自己都听着好假。听着想活命的话就大声叫，痛苦的叫，还要不停求我 OK。 说完，胡小伦又掐了我一把。这下我是真的痛得惨叫起来。同时我想起了外婆的音容笑貌，想起了她躺在冰冷的棺材里，我却不能守着她。我不禁哭得很大声，也叫得很大声。隐隐约约中，我听到外面有好多个男人在奸笑。我还看到了胡小伦眼里一闪而过的怜爱，他温柔地帮我拭去泪，然后在我一声声的叫唤中，伏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：我有很重要的任务，但我会竭尽全力保护你，相信我。他的表情异常认真严肃。我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惹人讨厌的小混混，并不是我表面看到的那样。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，趁那些人进来前，胡小伦撕破了我的衣服，我双手护在胸前，哭得泣不成声。那些个凶神恶煞的人进来，都当笑着看着我。享受完了，就赶紧把他带上车。胡小伦的爸爸吩咐道。胡小伦用毛巾塞住我的嘴，拿起一个麻袋套在我头上。我的眼前立刻暗黑一片，我假装挣扎一番，最后被他扛在肩上。这次在他肩上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因为他说过，他既要完成任务，也会竭尽全力保护我。我应该要相信他，因为我相信我的外婆。我被他们带到了郊外，被胡小伦塞进一辆货车车厢。当麻袋从我头上拿下来时，我的余光瞥到了躲在树后的一个身影。那个身影有点像妈妈。呜，能不能放了我？我叫我爸爸给你们钱。车厢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哭声。我循声望去，看到里面坐着5、6个女孩子，她们衣衫不整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伤痕和泪水。看来我们很有可能是要被送去做人口交易。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妈妈，我的牙又隐隐作痛起来。
很快，车厢门被重重关上，我们被一片黑暗笼罩，只有头上射进来零星的光。应该是他们把车厢顶砸了些洞，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，我的尖牙竟然会越来越痛。难道说我刚刚牙痛不是因为妈妈在，而是这个车厢里面也有想害我的人？大家别这样，我们越哭他们就会越兴奋，一切于事无补。车厢里传来一个成熟而略显冷静的声音，而这个声音没吐一个字。我的尖牙就像被锤子狠狠锤一下，这种感觉跟妈妈在我身边说话时一模一样。看来说话的这个女人有问题，我也是被他们骗进来的。我之前就听到有这个骗局，可还是大意了。这个女人继续说道，但你们听我说，之前我们村有2个姐妹也被骗过去境外，最后都回来了。可是一个是衣锦还乡，另外一个是残缺不全的尸体。啊！车厢里响起一阵惊呼声，是尸体的那个。听说一路上总想跑，被抓住活活打死，还被人把尸体扔去喂狗。他爸妈给了一大笔钱才能把尸体领回去。可那些恶人啊，逃到境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女人话音刚落，车厢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。不过你们别担心，那个衣锦还乡的姐姐，就是因为乖乖听话，去到那边后，他们特意给她安排了好工作，她最后赚到大钱，赎了身，回家过上好日子。只要我们像那个姐姐一样乖乖听话，讨好他们肯定会给我们安排好工作，我们也能尽快赚到钱回家的。女人说完，车厢里一阵沉默，最后又是一阵赞同声。红梅姐说的对，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好一个3寸不烂之舌，看来这个红梅姐跟那些坏人就是一伙的。她的任务就是专门托我们，让我们乖乖听话。可是我该怎么告诉胡小伦这个女人有问题呢？不知开了多久后，车子停了下来，有人把车厢打开了，外面漆黑一片，只有海上闪烁着一些微弱的光。我心里明白，我们已经被送到了海边，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被运去船上。下来，来人凶狠地叫道。接着，手电筒的亮光射向了我们，借着亮光，根据声音，我看清了那个叫红梅姐的女人的脸，短发眯眼，厚嘴唇，最明显的是嘴角边的那颗肉痣。我牢牢记住她的模样，跟着那些女孩下了车。当我回头时，正好逮到红梅姐和男人相视一笑。我环顾了下四周，依然没看到胡小伦，我的心开始没来由的慌乱起来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红梅姐从我身后走上来，和我并肩走在一起。妈呀，牙痛死了！我们这些女孩中最漂亮的就是你了，她们肯定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工作。红梅姐说的对，我立马附和她，装成被她完全破的样子。痛死我了，快点离我远点吧！果然，看到我一脸臣服的模样，红梅姐满意的点点头，快步追上前面的女孩。痛感慢慢减轻了，我正想松一口气，可牙又剧痛起来。妈呀，这又是哪个不安好心的靠过来了？诺诺，是我。妈妈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。我急忙回头，果然看到了戴着帽子、一身男人装扮的妈妈。她举起手对我轻轻比了个嘘。尽管我牙痛得不得了，但看到熟悉的妈妈，还是差点哭了出来。诺诺，你什么都不要说，听妈妈说。我一路跟着你们到了这里，找机会打晕了其中一个男人，扮成了他。妈妈只想救你出去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我不能失去你。妈妈的话听得我泪流满面。可为何我的牙还是如此之痛啊？我抬头望天，看到有颗很亮的星星，不停对我眨着眼。外婆，是您吗？您告诉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听我说，一会走到岸边时，你假装掉下海。我去踩过点了，船右边的岸上插着一块小木板，一会你就往右边掉，我们把木板拔出来，迅速逃走。知道了吗？妈妈环顾四周，紧张地嘱咐我。我点了点头，现在什么都不管了。如果要我在那群人和妈妈之间，我肯定选择妈妈。可是胡小伦，你到底去哪了？那些女人，她们会得救吗？我和妈妈并肩走到了岸边。快点快点，船上的人凶狠地催促着。我照妈妈的吩咐，假装脚下一滑，往船右边的海里跌去。我去把她拉上来，妈妈粗着嗓子吼了一声，跟着我一起跳了下去。可是很快，上面响起一阵嘈杂声，抓住他们傻强被人打晕了，扒光了衣服。那个傻强是假的，快把那个木板拔下来！我和妈妈合力，终于把插在岸边的木板拔下来放平，然后死死扒着木板，准备往远处飘去。可是没飘多远，妈妈就一声尖叫，塌到了我头顶上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好像有一记棍子敲在了妈妈头上。快沉下去！妈妈按住我，和我一起往海底沉。借着海上灯光，我看到海面上有一抹红慢慢蔓延开来。妈妈，我终于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，心痛万分。妈妈她为了救我，竟然连命都不要。可是为什么我的牙还是这么痛啊？为什么呀，外婆？算了算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开船。船上的人决定放弃我们，直到再也听不到船的任何声音，我和妈妈才浮出了海面。我们就这么一直飘啊飘，竟飘到了海中央，而妈妈的头还一直在流血。我心急如焚，突然我看到有一束亮光照了过来，
是一艘船，妈妈，有救了，有艘船过来了！我惊喜地叫出了声，但很快又觉担忧，这过来的到底是敌还是友呢？宝贝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妈妈的声音越来越虚弱，我顾不上思考了，对着那艘船拼命招手和呼喊。船向我们越靠越近，我们终于得救了。一上船，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胡小伦。他旁边还站着一对陌生男女，对我们友好地笑了笑。女人拿来医药箱，帮妈妈处理好了伤口，又让我们换上了干衣服。还好，妈妈的伤口不是很深。休息了会后，她的精神明显好了起来。我倒是很诧异，为何船上的医疗设备这么齐全，好像是专为急救而准备。我想问胡小伦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却虚弱地对我笑了笑。先休息吧，明天看新闻就知道了。我扶着妈妈进到了里间，里面有床，一切设施都完备。我依偎在妈妈怀里，跟她说了很多很多。这期间，尖牙一直都很痛，但我死死忍着。为了救我，连命都不要的妈妈，怎么可能会害我？外婆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一定是在疼痛与慌乱的思绪中，我终于沉沉睡去。可是入睡没多久，我就被一阵前所未有的剧痛所惊醒。痛感依然来自那颗尖牙前所未有的痛，痛得我撕心裂肺，想狠命捶打自己的脸。可是就在我举起臂膀时，好像打掉了一个人手上的东西。哐当一声，我看到掉在地上的是一把尖刀，而妈妈正站在我面前。她迅速捡起刀，眼里闪过一丝凶光。妈，你要杀我？我诧异地问道。是的，他要杀你。回答我的不是妈妈，是胡小伦。在听到我的惨叫声后，他就快速冲了进来，正好看到我妈从地上捡起刀，只是她光着上身，腰部还围着一圈纱布。她怎么受伤了？妈，为什么？你既然要杀我，为什么还拼死救我？我流着泪问妈妈，完全不明白她到底是怎么了。妈妈依旧没有回答我，只是眼神变得越来越冷酷与凶狠。你个死小子，三番五次坏我好事，害我不能完成任务，你去死吧！妈妈突然转身，将刀直直插入胡小伦的腹部。不要！我吓得惊叫出声，眼睁睁看着胡小伦腹部的那层纱布慢慢被血渗透。胡小伦痛苦呻吟一声，跪倒在地。当妈妈再次举起刀时，我抓起旁边的椅子砸了过去，椅子砸到了他，却并没让他痛到扔掉刀。他转头望向我，眼睛猩红，就像杀红了眼的猩猩。反正老子完不成任务了，索性就全部给老子陪葬吧！妈妈举起刀向我奔过来，可转眼他却脸色惨白，定在原地不动了。我往下看了看，竟看到我嘴里那颗尖牙在慢慢往外延伸，一直延伸到妈妈的喉咙，狠狠戳了进去。不要！我失声大叫。我已经失去了外婆，我不可以再失去妈妈。不管她是怎样的妈妈，我向妈妈伸出手，可她的模样却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模糊，直到完全消失不见。我在醒来时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消毒水味道。我环顾四周，才明白我躺在医院里。回想起晕过去时发生的那幕，我拿起了桌上的镜子，果然嘴里的那颗尖牙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警察。我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她就是船上帮妈妈处理伤口的那个女人。秦诺诺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昏迷了3天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她走到我身边，关切地问道。胡小伦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吧？我也不知为什么脱口问出的竟是胡小伦。他非常棒，协助我们破获了一起重大人口走私案，不过现在还在 ICU，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撑过去。那我妈妈她怎么样了？我回忆起妈妈被刺破喉咙的那一幕，心痛不已。女警的眼色暗淡下来。你妈妈她死了？她怎么死的？我哭出了声。从现场看，是被一个类似于牙齿形状的坚硬物戳破了喉咙。奇怪的是，那个物体上只有属于你外婆的纤维。果然是外婆救了我。可是妈妈她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？还有一点很奇怪，你妈妈的致命死因并不是颈部的伤口，而是全身脏腑破裂。不是颈部伤口，并且根据法医鉴定，她至少死于1周前。什么？我妈妈在1周前就死了？那之前跟我朝夕相对的又是谁？对了，还有个年轻女人，你们捉住她没？我想起了那个红梅姐。年轻女人？被抓的那批人里面没有年轻女人，受害者我们都安抚送回家了。有个年轻女的，大家都叫她红梅姐，她伪装成受害者，混在我们里面破获我们。她的特征是短发、眯眼、厚嘴唇，嘴边有一颗大大的肉痣。你太棒了，秦诺诺，我们马上就去追捕她，一个坏人都不能放过。女警很惊喜，也赞叹我敏锐的观察力。可是我哪有什么敏锐的观察力呀？这都是我外婆的功劳，我最爱的外婆呀！在我出院的前一天，胡小伦终于能出 ICU 了。再次看到他，我哭的眼睛都肿了。蠢货，我又没死，你专门跑来哭丧的吗？他的嘴还是那么恶毒。警察说我妈死了很多天，并不是死在船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惊讶了。是的，我亲眼看到她被车撞死的，
原来一切都发生在我高考的最后一天。我妈一大早去镇上买菜，想给我准备一顿丰盛大餐，而胡小伦也正好去镇上买东西。他看到我妈买完菜，提着大包小包经过一个路口，然后被一辆大货车迎头撞上，当场撞得血肉模糊，连头都扁了。大货车司机下车后，吓得直接跪倒在地。当胡小伦准备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时，却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，我妈竟满身是血站了起来，而那已经扁掉的头又复原成原来的形状。鬼呀！大货车司机当场吓尿，连滚带爬的弃车逃走了。后来我妈跟胡小伦一起坐上了回程的车，胡小伦忍住恐惧，跟我妈打了声招呼。我妈愣愣地看了他半天，才挤出一丝笑容。胡小伦肯定这个人绝不是我妈，但又不太像鬼，那他到底是什么？后来在我妈到家1个小时后，村里的人收到了我外婆的死讯。胡小伦直觉我外婆的死可能跟我妈有关，他知道我很快就要回来了，也知道我马上就要深陷危险之中，因为他爸其实是养父，他也是被他爸从小管回来的。他养父早就盯上了我，这次更是决定趁我家乱将我卖去境外。其实胡小伦无意中得知他养父是干这行的后，早就想将他绳之以法。他还偷偷去找过警察，警察说不是时候，他们希望他做线人，把那边接头的人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本来他养父一直都不让他参与的，直到这次我回来，胡小伦知道养父的心思后，主动提出了参与，还说一直都对我有兴趣，即使要卖掉我，也希望能亲自送我走。养父觉得他难得春心动，破例答应了。于是我回来的那晚，胡小伦就一直守在我家门口。一方面他担心我妈对我不利，另一方面是假装帮养父做任务。期间他听到了我几次的尖叫声，甚至还翻墙进来查看，直到看到我早上平安无事出门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只是胡小伦看到我妈一直跟在我身后，却不知道我妈到底想做什么，但他看得出来我好像很怕我妈，在努力躲着他。趁我不注意时，他养父的同党用麻袋罩住了我，将我关进那个黑屋，让胡小伦看守。于是他想办法弄松了我的绳子，可是他又很纠结。一方面胡小伦希望我逃走，他怕我接下来会有危险；另一方面如果我逃走了，他又担心养父不让他深度参与，没法完成任务。当他到楼下抽烟时，看到了我妈妈，他觉得我妈妈的表情很怪，没有担忧，而是一脸的阴沉，甚至还喃喃自语了一句，一定要这丫头完全信任我才好办事。办什么事？胡小伦觉得很不对劲，他又想起了我外婆的死，思虑片刻后决定不能让我跟我妈走，于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跟我单独聊几句。他向养父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想先办了我。养父觉得十分有趣，应允了他，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胡小伦才会脱掉衣服，直接穿的内裤冲进来。他只想让我知道他对我并没有恶意。后来胡小伦终于接触到了境外来对接的人，而警察早就在海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他们备了2艘船夹击包抄，还有1艘船专门救济伤者。当所有人都聚集在船上时，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不过警察包抄过来时，对他产生怀疑的养父持刀捅伤了他。后来胡小伦在救济船上简单处理了伤口。当他知道船上没有我时，急了，他拒绝先去医院治疗，一直坚持在海上找我，直到终于找到我。只是当他听说我妈不顾一切救我时，他也开始动摇，之前的担忧是不是没必要？所以他放心地守在了外面，还让2位警察去其他船上帮助受轻伤的人。接着就发生了之后的事。出院后，我回到了家中，看到空荡荡的房屋，我泪流满面。我真的好想搞清楚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直到我在抽屉深处看到一本厚厚的日记，终于明白我妈为什么死而复活，做出那些事，也终于明白我外婆为什么会死。妈妈的日记，早知道就不杀那个贱人了，害我被破系统抓来这里做任务，还让我穿到一个满身是血头都扁了的人身上，真是恶心。破系统说我的任务是让这里的亲人愉快的死去。什么鬼？死还能愉快的死？哦，他说是在他们没任何防备，对我有满腔爱意的时候杀死他们，不然我就不能回到我的世界，不能跟我的情郎在一起。老娘豁出去了，杀2个人有什么难的？今天跟老太婆交流了下，任务很简单，宿主跟母亲女儿感情都很深，并且女儿特别单纯，所以要在他们没防备的情况下杀死他们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干掉老太婆真的太容易了，她完全没想到我会对她下手，死后都还瞪着大眼，我抹了好几次才让她闭眼。这老家伙，看到这里我彻底崩溃了。外婆，我狠狠撞着自己的头，心如刀割。我无法想象外婆被自己女儿杀死时是有多么绝望，为什么当时我不在？为什么我不在啊？外婆，您舍不得闭眼，是不是因为没看到您的诺宝啊？我忍着悲愤继续看了下去。
不过有点奇怪，老太婆嘴里本来还有一颗牙的，死后居然没了，可能不知道掉哪去了吧。不管了，尽快完成任务。那丫头回来了，长得还真漂亮啊，呆萌呆萌的，抱着她外婆一直哭。哎，让你哭个够吧，晚上就送你们团聚，一起过头七。任务居然失败了，那丫头竟然醒了过来，害我只能把刀藏到内裤里去。真是的，我一靠近她就躲开，好像对我有防备。她跟她妈感情很好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早上那丫头又故意躲开我，结果被人抓走了，抓她的是什么人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把她救出来，不然完不成任务。居然又失败了，那丫头不肯跟我走，却听那个二流子的话。还好我听到了他们接下来的计划，晚上偷偷跟着他们，找机会救出那丫头，一定要让她彻底信任我，再杀掉她。日记到这里结束了。原来我死而复生的妈妈是个攻略者，可她没想到最终还是攻略失败了，因为每次在她即将成功时，外婆和胡小伦都及时阻拦了她。可是外婆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好舍不得您啊！您用拐杖戳走每一个欺负我的坏孩子，用歌声驱走我没有父母疼爱的寂寞，用笑容温暖了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直到死后都要留颗牙，拼命保护我。你用毕生的爱护着我，宠着我，直到油尽灯枯都不罢休。可我为您做过什么呢？我走到院子里，又看到了那张满是灰尘的旧摇椅，有一束光照在上面，我仿佛看到了外婆的身影。她戴着老花镜，微闭眼，在摇椅上摇啊摇啊。一抬头看到了我，咧嘴一笑，露出那颗尖牙，用含糊不清的语调说：谁都不能欺负我家诺宝。接胡小伦出院的这天，是我准备去读大学的前一天。看到我，胡小伦依旧是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，一头黄发，嘴上叼着一根烟，摆出自以为很酷的造型。你能不能把头发染黑，稍微正经点？怎么还没对我改观啊？还觉得我像小时候一样讨厌？不，你小时候一点都不讨厌，为什么？你真以为我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？你抢走你爸给我的糖，拼命赶我走，是为了防止我被你爸骗进屋里，图谋不轨，你对我翻白眼吐口水，是想让我远离你家那个狼窝。我说的对不对？看来跟我在一起一段时间，人也变聪明了一点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我的声音暗淡了下来。其实去哪都一样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秦诺诺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，我们是最好的战友。我没用，我救不了外婆。你很有用，因为你是她这辈子最深的挂念。我不孝，我连外婆和妈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你很孝顺，你考上了最好的大学，实现了他们对你的期望。人到底有没有下辈子？我希望下辈子换我做他们的外婆和妈妈。当然有下辈子，他们希望你这辈子活得开心，下辈子才能用阳光的心态去照顾他们，对不？我从不知道，原来胡小伦有这么好的文采，安慰人的话一套一套的。这次我在他怀里哭了个彻彻底底，让他刚换好的衣服凝出了一大桶水。坐上车离开村子的那天，我看见天上有一朵云，像极了外婆的笑脸。诺宝啊，你一定要幸福平安啊！